财务自由啊，有钱啊，这些不就是为了让生活变得开心，变得越来越好吗？平时都是聊钱嘛，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幸福感 （happiness）。Mainstream society，我们被教导的是，如果你有钱、有权，有一个高职位、受社会敬仰的工作，达到了成功的人生，你应该就可以达到 happiness。为什么很多人财富自由以后还是不高兴呢？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这个书是 Arthur Brooks 和 Oprah Winfrey 在2023年出版的，它的名字叫《Build the Life You Want: The Art and Science of Getting Happier》，中文是一起获得幸福的艺术和科学。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 happiness 它到底是什么，里面还提供了各种 strategy 如何 pursue of happiness。简单介绍一下作者 Dr. Brooks，他是一个 Harvard 大学的 MBA professor，他教的课叫 Happiness and Leadership。听说他的课平时都是爆满的状态，订都订不到。他的学生 average age 都是28岁左右，都是那种最后一个 semester 马上就要毕业的 MBA 哈佛精英，就是我们普遍社会认为将来会是那种特别成功、特别 happy 的人士。这个教授经常在他的课上问他的同学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毕业了以后，也就是30多岁以后，你的人生是不是会越来越 happy？大家的回答就是肯定会更 happy 啊！30岁以后，我都已经从 Harvard MBA 毕业了，我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又高薪又拿多的钱，我的人生怎么会不 happy 呢？但是成功、钱、好的 career、fame 这些真的可以带来 happiness 吗？我来先跟你们讲一个 Dr. Brooke 讲的故事。有一次，他从洛杉矶回 Washington D.C.，这是一个挺快的 airplane ride。他 overheard，就是他听见他后面有一个老夫妻的 conversation。他说听起来这个老夫妻应该是在80多岁，男生在说什么他其实听不清楚，但是他听到了女生，就是老婆，老婆一直在跟老公说，Don't say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were dead，不要说死了更好，不要说别人不爱你。从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Dr. Brooks 教授猜想，这肯定是一个人生不太成功的男人，已经80多岁，他可能是在后悔和懊恼，他这辈子为什么没有去更好的学校，为什么没有更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但是等他们就要下飞机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吓了他一大跳。这个男生他说不能说名字，因为 privacy 和 legal reasons。但是这个男生就这个老头儿，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非常有钱，在他的晚年，没有想到他居然是这么的不幸福。这个故事就非常 easily 可以 transition 到他们的 research shows，钱、权力、财富这些 attributes 就算达到了，也不能给你带来完全的幸福感。幸福本身就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其实是一个方向。你以为成功就会带来的那种快乐和幸福，其实只是一个 evidence of happiness。就像 Thanksgiving 的时候，你闻到了 turkey，你知道那是一个 evidence，你就要吃 turkey 了，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我学到的 shocking fact，你是不是一个 happy 的人 depends on your genetics。这个 genetics 可以决定50% of if you're a happy person。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需要重复自己父母人生的轨道，比如说父母如果离婚了，你 unintentionally 或 intentionally 也很有可能会离婚，但其实不需要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意识到这些，就可以有所改变。Dr. Brooks gathered data 说，从20岁到50岁的人，其实 happiness 是会 drop every year by a little bit，但是到了50到70岁呢，happiness 是会大部分上升的，it's an upward trend。但是70岁以后，有50%的人会继续 upward trend 的更幸福、更开心，剩下的50%的人就会不那么开心了。那不开心的50%，通常都是 high achievers。这边我还是挺有 resonate 的感觉的。那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如果你在你的事业很成功，不管你是一个 entrepreneur，还是你在一个公司达到了高管，或者拿很多年薪，受到同事的 recognition，make your mom proud，这些其实到了 old age 会让你觉得很空虚，因为你不再可以受到这些 praise 了，你不能再 easily produce 之前的那些战功累累。Dr. Brooks 认为 happiness is the pursuit of three things: enjoyment, satisfaction, and meaning. High achievers 70岁
其实也不用70岁，就是老年以后会过得越来越不开心。有一个例子可以更方便解释这个 concept，比如我们来聊聊 Charles Darwin，他在27岁就已经 publish 了他的 Finding of Evolution，在他的 adult years 非常 successful 的那几年是从20多岁一直到50多岁，然后他50多岁以后就没有 conduct 过任何 original research 的 findings。虽然 Charles Darwin 是70多岁才走的，但是他在他走前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觉得自己老了以后很无能，他很痛苦，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70岁以后50%不 happy 的人。当然这里我们不是说不应该要去提升自己，不应该去学习，不是这样的。通常那些诺贝尔奖的赢家，虽然他们60多70多才赢奖，但是他们赢奖的那个 work那个 result 通常都是在 average age 39就已经 produced 的，因为这方面靠的是 fluid intelligence，这个会因为你老了而越来越差，越来越不 efficient。但是你还有一个 intelligence，这个 intelligence 叫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这个就来自于你老了以后会越来越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可以 teach others。哈佛的 professor 普遍都有70岁，为什么都是这个年纪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他们可以把一件事情通过他们这生的经历和学习和知识，能够讲得更透彻，让学生理解得更明白。就算没有了那些年轻时候才能有的 fluid intelligence，也可以继续用老了以后才能有的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传达你的知识 ，provide value, provide meaning。再来就是教授提到 Mother Nature，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告诉我们的 instinct，其实只有活下去，还有生孩子。怎么样才能活下去呢？就是有更多的东西，无止境的欲望，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投资。但是其实真正能够 master happiness 的人，他们回答了2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Why am I alive？我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就是 What am I willing to die for？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才能让我愿意为他牺牲？这2个问题，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包括我自己也还在思考。但是如果这2个问题有了答案，你就可以给生活做减法，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认知到 Mother Nature 要我们的 survival 和 reproduce，但是它不在乎我们的 happiness。这个道理我也是最近这5、6年才慢慢懂的。20多岁的时候，我是非常被物质欲望所带着牵着鼻子走，想要买漂亮衣服，想要买名牌包，想要去全世界旅游。其实也要通过我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些欲望，所以才慢慢的理解，这并不是可以给我带来真正 happiness 的源头。现在的我更了解我自己想要什么，我会写下来我到底想要去哪里旅游。大牌包我已经3、4年都没有买一个新的了，我已经彻底没有欲望了，甚至我在慢慢的卖我那些大牌包。在我发现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柜姐跟我说它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这个 model 这个 color，让我觉得自己特别酷，可以买到它，背上它。但是现在拿去 Real 卖的时候，1700块钱的包只能卖160都不到，最后被平台分完 commission 到我这儿才20块钱，我真的觉得这些超级没有意义了，还不如把那个钱放在指数里面，现在都带来多少收益了。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从 Dr. Brooks 学到关于 happiness 的这些事儿，我觉得让我自己反思很多。也想要给你们带来这些信息。再来就是我想要跟大家 real time 做一个 personality test。最近这1、2年都很流行什么自己是 I 人，自己是 E 人，各种 four letter 来 describe 你自己的 personality。但是我这次想要做的 personality test 是 Dr. Brooks 这边的一个人格测试，叫 Panis Profile。这个 test 会告诉我是一个 cheerleader、poet、mad scientist 还是个 judge。它的目的是 understand your natural happiness blend and play to your strength。其实我也更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 test。还一共20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How often do you feel interested？应该是4吧。How often do you feel distressed？我还经常 distressed 的。Moderate。How often do you feel excited？不怎么 feel excited。A little。How often do you feel upset？最近挺经常 upset 的，我挺经常 upset 的，其实，
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我是这种个性，所以我才 study happiness. How often do you feel strong? 我其实还行吧，moderately. How often do you feel guilty? 我经常会 feel guilty，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对不起，没有特别对得起家人朋友。moderately feel guilty. How often do you feel scared? 还有一点点吧，我还行。Hostile. 有家人会有时候让我觉得 hostile. Feel enthusiastic. 我今天就 feel enthusiastic，所以就来录了这个视频。稿子也没咋写好，但是就巴拉巴拉说了一群，所以 quite a bit. How often do you feel proud? 我觉得我还是挺 proud 的，我自己做的人生还行。How often do you feel irritable? 非常 often，就经常 irritable. How often do you feel alert? 不咋 alert，尤其是最近经常不怎么出门。How often do you feel ashamed? 我没啥好 ashamed 呀。How often do you feel inspired? 挺 often 的，这也是为什么录这个视频嘛。How often do you feel nervous? 经常。How often do you feel determined? 经常。有时候会就是过于乐观。How often do you feel attentive? 也还行吧。我狗一天到晚给我 attentive，所以就3吧。Jittery. Jittery. 经常 jittery. Active. 不咋 active. Afraid. 还行。我的 result，我是个 mad scientist。mad scientist 是怎样的呢？听 Dr. Brooks 说 mad scientists 大部分是 entrepreneurs，因为我们有 high positives and high negative effect，就是很热烈吧，热烈的一个人。Or put it another way, you tend to feel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deeply. Everything is awesome or everything is terrible, depending on your moo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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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非常非常非常准。This leads to a cascade of good qualities. Mad scientists usually are highly extroverted, passionate about their interests, and relentless seekers. We often see this profile in CEOs, entrepreneurs, consultants, and all types of adventure seekers who travel for their jobs. 这个好准啊。This affect profile does come with cost. Mad scientists, driven by their awesome or terrible moods, tend to make decisions rashly or spiral up and down. When things are good, they can be overconfident or blind to possible setbacks. When things are bad, they descend into unnecessary misery. So true. They often overpromise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就像我说，我周二、周四、周六都会出视频，我都不确定能不能做到，我很努力在赶了。From attending a party that they haven't had time for to agreeing to an impossible work deadline, that's definitely me. Additionally, their high energy, both good and bad, can exhaust friends, families, and work colleagues whose temperaments are more even-keeled. As a mad scientist, your contemporary profile is a judge. 适合我的人生伴侣或者是朋友、家人，他们应该是一个 judge 的 profile。我回头让我老公做的这个 test。People with l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s. Judge can help you address the cause of your affect profile. They slow you down, help you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and are excellent at keeping you in check. Meanwhile, your affect profile can help judges be a little more carefree and embrace life's swing. Remember, no affect profile is better than another. You're not rigidly bound to the best and worst quality of a mad scientist. The point is to know yourself. Now that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ct on them with purpose. And now that you know your weakness,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 pitfalls. 这个 test 不错呀，我把它的链接也放在信息栏，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做做哦。这集我想分享的都分享了，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得到了一些 knowledge 和 inspiration about happiness。那我们下个视频见，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